看科技新闻云里雾里，不如深入代码一探究竟。AI 的热度最近终于平静了一些，像 Agent 这个之前万众瞩目的概念，目前能落地的应用还是寥寥无几。Agent 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想通过 Agent 找机会的小伙伴们需要关注什么？接下来的几期视频里，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个用 Agent 模拟对冲基金的视频，然后是彪哥自己用开源项目尝试做交易的过程。通过这两个例子来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Agent 应用落地的步骤。先说结论，所谓的产品或者技术落地，通常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从 idea 到 demo， 再到 prototype， 最后实现 production。这里每个阶段要解决不一样的问题。Agent 现在还处于理论和小范围 demo 的阶段。目前一个想用 Agent 来实现的应用有很多环节需要打通，它需要经历类似大过滤器一样的过程，只有每个环节都满足条件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这里面不仅包括了工程和产品方面需要考虑的数据管线 Agent 的状态机，也包括了商业模式上需要考虑的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和频次。之前彪哥在介绍 Agent 的视频里提到过的油管小哥 Siraj， 他用 Agent 模拟对冲基金做自动化交易，挺多小伙伴感兴趣的。这次可以拿它作为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步骤。Siraj 的视频里介绍了他怎么用3个 Agent 分别负责选股票、量化分析和投资组合管理来模拟一个所谓的对冲基金。让 GPT 来辅助做交易这个想法并不稀奇，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视频。交易是个很专业的领域，彪哥懂得不多，但我们可以聚焦在 Agent 的实现上。我们知道 Agent 的作用是把大语言模型的智能或者说决策能力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应用到各种场景，而不仅限于对话这个固定的形式。这个交易的例子要用 Agent 跑通的话，简单来说需要实现3个步骤：收集信息、自主决策和自动执行交易。比如收集信息这个环节，根据 Siraj 的介绍，这个 Research Analyst 会从网上爬新闻，然后通过 Sentiment Analysis 和 Text Summarization 来了解大家推荐什么股票。当然这点信息肯定是不够的， Agent 至少还需要用到每只股票的交易数据来做技术分析，可能还需要用户的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不过视频里没有提到这些步骤。假设有这些信息，接下来就是 Agent 怎么去根据信息做决策。视频里的例子用到的是这个叫 GPTeam 的 Agent 框架，类似 AutoGPT 和 MetaGPT，GPTeam 也是个开源的 Agent 实现案例。主要特点在于它会模拟多个 Agent 的人设，让他们之间组成团队来配合实现目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GPTeam 是个通用的 Agent 框架，不是针对交易这个场景定制的 Agent。现阶段在一个应用场景里，一个通用的 Agent 框架和一个针对应用场景定制的 Agent 框架，两者之间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 GitHub Copilot 可以理解成一个定制的 Agent， 之后我们会再深入这个话题。彪哥其实很好奇，视频里这个系统在运行的时候，每个 Agent 到底处理了哪些信息，得出了什么结论，又怎么交接给下一个 Agent。 但整个视频里其实没有放出任何运行时处理的信息和决策的过程，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Agent 的概念。假设这3个 Agent 经过各自岗位的分析，最后决定了一系列策略和交易细节，下一步就是他们怎么把这些决策给执行出来，真正的在一个股票市场里下单。这里的重点就是要开放一个 API 让 Agent 来用，这个环节类似 ChatGPT 可以用 Plugin 来操作各种应用。视频里用到了这个叫 Alpaca 的交易平台，这个平台提供一系列交易相关的 API，Agent 可以通过调用这些接口来查看账户信息、市场数据，还有下单等等操作。视频最后 Siraj 说他用这个系统跑了1天之后，总的来说不赚不赔。彪哥其实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跑通了这个系统，因为整个视频里完全没有运行时的细节，而且视频介绍里所谓的代码也只是指向 GPTeam 这个开源库。如果真的跑通的话，这里面的过程应该会非常有意思，而且值得分享的。但这也不重要，彪哥自己也去试了一下。下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要跑通 Agent 交易的话到底有多难。关注彪哥，带你看懂技术发展的第一手消息。